美国被俄罗斯反制，美国宇航员坐船费只收卢布，美国这下头大了。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福田少。此前，美国宇航员范德海搭乘俄罗斯的便船从国际空间站返回了地球，如今人已经回来半个多月了，可这20亿卢布的坐船费，美国却迟迟没有支付。不过，俄罗斯方面已经表示，打算让美国方面用卢布结账。自4月1日起，俄方向不友好国家和地区供应天然气时改用卢布结算。俄政府还表示不排除将这种结算模式推广到其他领域。格勒丁日前介绍说，俄国家航天公司将与某些外方签订用卢布支付的国际合同。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美国的宇航员能离得开俄罗斯的返回舱吗？如果不搭乘俄罗斯的返回舱，他们能够回到地球吗？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过去美国宇航员上自己的空间站没问题，他们有自己的宇宙飞船，但现在短时间内他还很难完成用自己的宇宙飞船将宇航员送到国际空间站，然后用自己的返回舱将宇航员送返地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过去它虽然有类似于俄罗斯的返回舱，但是由于几十年不搞了，这些技术已经落后了。现在要想生产，恐怕问题很大，安全性、可靠性难以保证，再加上技术落后。那么美国现在有没有能够将航天员送上太空的飞船呢？有，那就是现在正在研制的龙飞船。但是龙飞船虽然已经试验过1、2次，但是它的安全性、可靠性如何还不得而知。最安全、可靠、高效的方式就是依然使用俄罗斯的航天器，因为这些航天器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逐渐也建的技术已经是相当的成熟了，是吧？无论是美国的宇航员、俄罗斯的宇航员，还是欧洲国家、亚洲某些国家的宇航员，都已经多次搭载俄罗斯的航天器往返于天地之间。那么现在突然把这个切断了，美国怎么办？一时半会儿还真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一点点来。但是国际空间站的寿命也没有几年了，如果俄罗斯的航天工业部门不向美国的宇航员提供相应的航天飞行器，那么国际空间站很可能就变为俄罗斯独享的空间站，那么所谓的国际也就谈不上了。面对这样的问题，美国航空航天局必须另想办法，而这个另想办法，恐怕等他们完善了相应的航天飞行系统的时候国际空间站已经到手了。可以想，这是一个美国两难的选择：制裁俄罗斯，现在把这个刀没砍到俄罗斯头上，却反倒砍在了自己的头上。美国航天工业部门或者是美国的航天管理部门将何去何从？这个确实是值得我们密切观察的。最后当然还有一个办法了，就是美国如果用卢布来结算，那么他们还能够用俄罗斯的返回舱，待在天上的那些美国宇航员才有可能返回地球，否则是个什么样的结局和后果，那就很难说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